这个赛事呢，其实它是去看台湾的三颗很有意义的神木曜三姐妹，那它是台湾特有种叫台湾杉。对，因为其实呢，大家看到的这里每一张照片都是我用两只脚去到那个地方拍来，没有做设置，都是两只脚。好，对。先那个介绍一下哦。其实我每次，我发现我自己是牙医师哦，不是请我去讲马拉松的场次比讲的那个牙那个还多。对，那我其实每次去讲一场这个分享的时候，我都会放一场我最近去拍的，我觉得印象最深的赛事。那这个呢，这里有我的那个战友哦 ，Maggie。很厉害的Maggie在这里啊，他跟我一起去跑了这一场哦，而且他跑得比我快。好，那你先介绍一下啊。其实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马拉松可以跑了，没有正常的马拉松啦。那这个不是不正常，它真的是超马，它就是102公里。跑哪里呢？跑环金门，大金跑一圈，小金跑一圈。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把大小金，然后跑了这个104，是因为还有坐船。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场很有趣，是因为它出发在沙滩，就跑的沙滩跑了7公里。在清晨跑热滩，其实真的还蛮有战地的感觉。好，所以其实我觉得马拉松或者是这些比较长时间的游泳运动都不是在训练你的体力，当然体力要训练，但我觉得最后训练都是意志力。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可以搞完？你的体力怎么那么好？我体力其实不好，我很容易放弃。可是其实我觉得意志力是比体力要来的更容易训练，因为你必须要坚定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我其实会介绍一些我跑过的赛，我觉得有趣或有意义的赛事。那这一场是我去跑那个七兰100公里，为什么会有这个赛事？其实它很有意义。这个赛事呢，其实它是去看台湾的三颗很有意义的神木曜三姐妹，那它是台湾特有种叫台湾杉。所以呢，这场赛事就是你从七兰国家公园，大家可能都去过，有神木那里，从那里跑进去一个林道封闭一个保护区，跑进去50公里的，看完神木再跑出来的。这个是两年前我跑的时候，那一年非常的冷，3月份，然后跑上去的时候，所有树上都是雾凇，其实是很冷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好，我先简介一下。其实大家应该都认识我都说我自己是半吊子的摄影师，因为其实我也没有非常专心在摄影，但也没有很专心的在跑步。不过其实我自己摄影大概从1988年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些摄影。那其实摄影从我们早期到用传统相机到现在我们用手机啊，其实这次整场所有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手机拍的。那我其实自己到后来用的手机习惯以后，其实刚开始我还会出国的时候，还会觉得没有带相机好像会有罪恶感，好像觉得我这次出去没有带相机，好像我作业没做的感觉。然后有一次我带了相机出去，我几乎没有拍10张照片，后来我想说算了，我跟白相拍手指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传统的助理，但是也有非常现代的工具让我去够使用。那其实这个地方对我非常重要。这个地方大家有去过吗？金沙？不对，这里是马祖。牛角也不是。好，其实我的摄影呢，我第一个有主题，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在拍照，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种乱枪打鸟，随便拍散拍。我自己第一个有主题想要拍的主题，它是这个地方叫做这是马祖。那个时候呢，我在这边当仆役，
民国81年的时候，我在这边服役，然后我去的这个地方，其实大家会不想要去金门马祖，我那时候收到马祖的时候，我好高兴哦。那我的同寝室都觉得你有问题，你干嘛这么想？因为其实我觉得一辈子或许没有机，那时候觉得或许会没有机会去，所以我去了马祖，然后就带着相机去，然后我就在那边开始拍，然后我还在那边设了一个暗房，所以这个都是我在马祖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其实品质不是很好，因为那时候在那边设的暗房。冲洗啊，也没有什么温度控制啊，所以有些自己还是很好。可是这个地方，我想大家或许这几年都有去哦，这里是行地。这个地方呢，除了改变我对摄影的开始有主题，然后改变让我开始想要去做一点其他事情，所以我就当完兵回来没有多久，我就开考来，去医院上班，然后就去考。前当所，所以就真的很感谢我的指导教授，他非常包容，因为我应该算是一个蛮不用功的，其实大家都觉得我是去玩的。对，那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拍了很多马祖的照片，那是马祖的芹壁村。其实现在芹壁村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但是如果看这张照片，你会觉得其实当年的那个渔村跟海的关系这么的近，你会觉得这个一个渔村，它就是应该长这样子啊，它就是应该在海边啊。所以我们现在去看芹壁，直接看着大马路，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死掉的村子了，因为它跟海的关系是被切断了。好，那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台湾有很多的角落我很喜欢，像后面那个金陵潭后面那个日月潭，我非常喜欢日月潭。然后，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这里。这里是我在这边花了1年7个月，就是在这里服役。然后这里呢是马祖的东莒。我那时候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想去念石城佛？是因为我觉得，哇，这个台湾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我想要帮他做一点事情，或许那时候没有什么想法，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它留下来，或者是做一些什么的计划，所以就去念了神当所。那这个东莒这个地方是不汉村，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那个环境的关系，就是其实我们早期我们先民在盖村子、盖村落的时候，他选址一定有想法，比如说他要选有水的地方，比如说他要选靠近他出海捕鱼的地方，所以这个村子跟这个海有这么的靠近，我觉得其实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5点下班，我都会走到这个地方散步，然后捡贝壳，很惬意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东莒。那因为这个东莒这个岛呢，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岛上官兵1500个人，岛上居民200人，岛上的这些居民我大概没有认识。我们这里有马祖乡亲哦，这个我们的此类名小姐，她是南竿人，然后她各地来办我的展览。那东莒这个地方，因为岛上这些居民我都很熟，所以像这个是他们去挖那个龙螺，其实有很多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消失了一些生活形态，其实在那边你都可以很多原来我们早年的生活是这样子。那其实很多马祖人都会说他们的鱼乡在海边呢，为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当然我觉得有点难啦，因为现在形成很多海洋污染，还有那个海洋资源的匮乏，所以比较少。但是当年真的是，我记得我跟他们去采这个龙螺，那个下去真的回来都体悟到那个龙螺可以很多，这是采龙螺。那其实我上面就第一个展览就叫做这个名字，这个叫做马祖的地方。好，这些都是东莒啊。那其实当年还没观光客很多的时候，其实这马祖的每个岛都非常非常的名胜，非常的漂亮。好，然后因为这个岛真的很小，所以我每天在岛上转来转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对一个地方的感情，除了地方之外，还有集结在一起。那其实我对
这个地方，我都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好，这是慧琴老师来的吗？吗？阿没有，她是慧琴老师的妈妈。那其实之前因为我们在外岛伙食很差，那然后这妈妈他们家开餐厅，这个是他女儿，这妈妈的女儿，这位是东莒国小的老师，好，那其实我那时候因为伙食很差，所以我就想说，我们阿兵哥就会去那个他们餐厅就每一餐都会加一道菜，那其实我很喜欢去拿菜啊，因为在那边跟他聊天啊，看他煮菜啊，所以其实他真的很像妈妈。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去等他煮菜给我。啊，好像也是东莒的，这个是我东莒的好朋友现在是王学长，他以前也是校长。好，其实我觉得在这小岛上面呢，因为你扎扎实实的住的那一个时候，你就看到他们一年四季所做的所有事情，他的所有节庆啊、奔丧喜庆啊，然后这是应该是在做鱼饺啊，是吗？渔业吧，鱼面，好，臭鱼面，对。好，那这些都是这是东莒的大埔。其实因为你想这个早期的渔村其实渔民很多，那到我去的时候只剩200个人，其实这些所有的渔村都荒废掉。这大埔是聚落保存区，后来变成聚落保存区。好，这是南竿的牛角。不过因为其实这几年观光开放其实或许大家这些都20几年前开的，所以或许大家现在也看不到这样子。因为房子也修了蛮多的，修的蛮细。好，在刚刚讲过，我们给干说明。那这是东引的乐华村。好，这有一些都是就是马祖4乡得到的，这北干的饺子。然后大家有机会我下礼拜要去跑马城马拉松。对。好，所以就回到，这就是我刚刚交代一下为什么会开始拍照，然后为什么会开始拍一些有题的。那马祖是第一个我有个底的，然后一直中间都隔了很久，我也去上了一些摄影的课，然后结果后来还是过来当牙医师。然后直到这一次跟喜乐合作，所以我就开始拍有主题的一个摄影的计划，所以。其实这个计划我觉得也是偶然因为偶然那时候觉得，其实我跑步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在很山边跑，可是我跑走拍，有一些照片还不错。那我觉得其实跑步的时候拍的照片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因为你要在一个非常极度活动的状态下，然后你要看到一个风景，然后。要把它拍下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越过去。后来，久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来这个地方，会跑过这个角落。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次会不会再看到同样风景。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宁愿跑不完，但是我也要再拍到那个照片，还没有断的。好，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说第一次跟喜乐合作的时候展览的。海报，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其实手机拍照拍出来的没有那么差，反而会觉得说它比我们的相机的灵活性要高。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拍手机习惯，其实手机的视野跟相机视野不一样，因为你很多手机的视野是你相机拍不到的，然后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在讲说呢，拍照有一个决定的那个瞬间手机要比相机来的容易发到那个瞬间。然后，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但是实话实说就是断枪打鸟，对嘛？手机反正你拍100张也不用钱你就拍100张，它总会有一张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手机，我觉得手机会影响
接下来的一些摄影的方法，然后一些摄影的视角。好，所以我就开始拍马拉松的风景，一开始叫做马拉松风景。好，其实我拍照的时候，我还会写一些文章啦。那有些人会说你怎么可以看？其实我有时候会停下来，突然跑过去，然后我想到一句，然后就赶快停下来，赶快用语音先对，因为有时候你跑完你就忘记你刚刚想的。对，然后这是在运动场，这是在松运，对。然后，这个是我上次展览了，有些人看过，大家猜没看过，看过不要讲哦，没看过请猜一下在哪里。对，老师不是，没去过也老师有去过吗？老师有去过，老师都知道这些地方哦，这是中心区，所以很漂亮的地方。为什么会去中心？因为我后来，我后来的一个跑友啊，很好的跑友，他的公司在东区新村，所以我就常常去东区新村找他练跑啊，然后去日月潭啊。然后这是中心新村的那个大操场，中心新村其实是台湾第一个那个城市规划嘛。老师这我不可以乱讲。对，一些规划吧。哦，是本有老师的复习规划，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其实我觉得还会有很多的角落，比如我刚刚说马祖东曲啊、日月潭啊，其实中信町村如果大家有机会这几年没有去，我非常推荐，因为它真的很棒，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这边还有我的吉他手的同学，好，中信町村。那这个是我去跑一个这个叫做 Super Race 啊 ，Super Race 它是3日赛，听到3日赛绝对没有很难跑，大家都跑得完，因为它其实每一阶大概跑50公里左右。相对，那其实比较难的是，你这3天都要背你的粮食哦，然后还要背你的睡袋哦。还要背水，3天就要背的这些东西跑。那所以虽然没有跑非常远，他没有跑100公里，跑50公里，可是难的就是这个。但还有一个最难的就是呢，你不可以犯规去那个偷买外面商家的东西吃，因为它就是一个极限那个越野跑嘛，极限路跑。所以呢，就是你要自己背你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是 Super Race 在整村半岛，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场很多跑友啊，我觉得蛮推荐的路线，因为第一个我会推荐路线都是因为它风景很漂亮，这是选地共场，然后这是因为这种算自助嘛，所以它都会绑这些袋子啊。我那天因为那个中间的时候风很大，所以我袋子飞起来我不用很刚好，然后这里远远的。我当年开那马拉松风景，就是有一个圆的，就是里面一定要跑步的人，像那个跑步人在这里，很小，对，因为主要是拍风景。然后这位是女总医，很厉害一行，她就跑在前面。好，然后真的是去那个假风没刷，那个冬天真的风很大。这个地方我后来还去跑了一个恒春半岛的一日赛，就102公里，也非常漂亮。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超马，这也是100公里，这是跑浊水溪。那我觉得其实跑这些长距离呢，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地方你真的必须要跑那么长的距离，你才有办法看到有一些你看不到的风景。比如说这个阿嬷为什么会这么的有动感？因为我跳下田里面去，我说阿嬷，我帮你拍照好不好？然后他说哦，我爱飞翔了，然后还个跑。那我觉得我们拍照了，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他管你会不会答应我就拍一张。当你愿意让我拍，那最好；不愿意让我拍到一张，所以他就跑。好，那上面一个是我的这些跑友，看。我觉得阿嬷跑不会给生了。
好，然后有一些城市嘛，这个是，对，高雄，你看大家都看到85大楼在这边，那这是美丽岛捷运站。好，这个应该很多人也去过了，骑车的去过，跑步的也去过，这是我在高上母岭之前，然后有很多，这个是阿里山，也是都是国一些跑的，然后这个是这个赛事，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它在关山，那我很喜欢这个赛事，是因为它跟丰年祭结合嘛，因为8月份是阿美族的丰年祭，所以那以前这个关山办这个丰年祭的马拉松叫做丰九日哦。真的是疯九，就是连跑9天，连跑9天没有很厉害，9天要跑13场，那9天怎么会有13场？就是早上跑一场，然后晚上再跑一场，就周末之后它是早晚都有，所以这样9天你就跑了13场，这个在累积赛事的都有，所以这是关山，然后关山它在那个8月份的时候会有那个这个路野高能有热气球，对，这是热气球。这里应该大家也有去过，有吗？有，宜兰人就知道，这里我自己很喜欢。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没事去这边看风景啊？可是这里风景很高，这是那个宜兰的樱花陵园。其实它虽然是一个陵园啊，可是它是在一个非常漂亮的陵园。然后这个最有名的。这个也有完美点，应该很多人有去啊。这个有一个地方在那角落叫做桂水之丘嘛，对，很多人就是坐在那个桂水之丘那个边边拍那个完美照。这是樱花陵园。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我模仿那个恒春半岛105公里。冬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南台湾没有所谓的冬天啊，冬天就是稍微凉一点的秋天。那如果运气不好，它就还是夏天。那其实我们去跑这个十二月去跑这个恒春半岛，它从车城出发，然后绕一圈绕到鹅銮鼻，然后绕到风吹沙，然后再绕到巨海，然后再从牡丹过来，然后再回到车城，这样105公里。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跑这个好像跑了4季，因为你跑到垦丁的时候，然后可能早上10点了。太阳出来很热，跑到风吹沙那边，你就觉得哇，是什么风啊？你就被定干了。然后再进去，满洲那边，下雨，然后就彩虹就出来，你就想说啊，坚果快到。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在冬天的时候很漂亮，就是你在一天里面你都看着4季。真的很精彩啊！这场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我不知道记不记得有一年那个霸王寒流，对吧？霸王寒流那一天有什么比赛呢？扎达嘛，对，然后还有这一场很厉害，叫做正七宝。那正七宝本来是100公里了，它因为下雪，我从来没有想说我会跑了不知道几公里5、6公里吧，就开始下雪了，然后。跑上去之后的话，真的是积雪很深。那这个是跑到半路的地方。好，这也是高雄嘛。好，那其实国内嘛跑一跑，其实会去跑一些海外马。这个是纽约马拉松。其实国外的马拉松，其实台湾也有啊。台湾现在像田中马，还有一些台南以前办的那个星光马、古都马，其实。都办得很热闹。那国外马呢？我觉得或许民族性，或许也是因为他们是国际赛事，所以其实都非常热闹。像纽约马，它几乎没有什么关门时间啊，你只要跑完了，大家都给你这样8个小时，它也给你这样干。那其实纽约马很精彩，因为它路线真的很漂亮。你当跑一圈绕过纽约很多著名的景点啊，然后最后跑回中央公园，那个是纽约的 icon。好，然后其实我很喜欢跑台湾的超马，是因为其实台湾的超马现在这个要问 Maggie 啊，这是那个福尔摩沙。台湾的超马，因为其实台湾的山径很漂亮，
很多国外像香港很多跑者很喜欢来跑台湾的，而且台湾的马拉松超多的，一个礼拜有5、6场。像我，因为我很爱报名啊，很多姐妹拜发到我说，然后因为其实像今年，因为上半年呢有那个疫情嘛，所以上半年的比赛移到下半年，所以我记得我9月有一个周末呢，一个周末有3个这个比赛，当然能寻档。这是图尔摩沙，他跑那个从布里然后跑到武界，很漂亮的地方。好，那这是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荞麦花20的路的。然后这是也是七兰，很漂亮的一个赛道。其实我除了拍，其实我们今天看到都只有山水了，因为其实你沿路看到的不是只有山水风景，你会遇到很多的人，很多的当地的人，所以其实我很喜欢拍这些当地的人啊。那这个是我在牡丹拍的，那我觉得这些其实我们到了一些比较远的乡镇之后，你可以遇到很多人，然后很多 fantastic 的表情。好，这第那其实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日月潭，然后这个日月潭它其实除了它自己很漂亮外，就是它是一个很棒的练跑的地方啊，环湖一圈29K，你上下都有，上坡下坡都有练到。好耶，我觉得最后一档这就是我刚刚讲到，其实我跑这场的时候，我跑每一场的时候，我都抱着我会跑不完的，因为我其实我没有一场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跑得走，像我上个月9月份去跑七兰，跑18公里就被关门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想到那里有一个关门点，然后通常我跑这些马拉松都是我一开始会拍很多照片，因为一开始最有力量，最有力气啊，然后跑到后来呢，你可能连手机都不想拿起来看。那这个其实你大概跑50公里，然后很累了。我觉得很多马拉松你跑到从一半的4/3的时候，你会大家都会说撞墙期嘛，其实没有。我觉得体力当然撞墙，其实是心理撞墙。像我每次跑到这个，我觉得跑到30几公里到50公里的时候，那时候最容易放弃，因为你想说，我跑了30公里很厉害吧？是不是很厉害？平常你也没有跑到30公里，可是你还想后面还有70公里，那时候也会想到啊，还有那么远。可是这时候彩虹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看到一个景物，或者是你看到一个人，或者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其实这些都会鼓励你在这些长时间运动的过程中让你继续下去。好，谢谢大家。